母亲信奉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。父亲养在外面的小娇娘怀了身孕，母亲立刻自请下堂。外室养儿子缺了钱，母亲立刻将全副身家双手奉上。为了养得起他的高尚品德，我废寝忘食考上女官，可他却为了萍水相逢的穷书生能娶妻生子，造谣我品行低劣，逼我辞官下嫁。婚后我被穷书生虐打致死，灵堂之上，他依旧那副人淡如菊的模样。我女儿的心性我最了解，本就是个不安分的，现在也算死得其所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备考女官这天，看着铜镜内的自己，我喜极而泣。如今已是2月初，距离考取女官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提起笔准备练习，门外小厮忽然来报：大姑娘，夫人病倒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手中笔一顿，猛然想起这是正是父亲的外室有了身孕的时候。推开主殿的门，床上的人一脸憔悴，却不忘摆弄着自己精致的护甲。见我走到床前，他颤抖着嘴唇，一脸破碎。你父亲要纳妾了，我准备与他和离。我并不意外，前世他就是如此。明明是他在父亲落魄时嫁进来，全力扶持着父亲上位，硬是把这个家从一穷二白扶持到钟鸣鼎食。可和离时，他却说自己不要1分1毫，将一切家产留给父亲和那个外室。那时我还心疼母亲太傻，放弃考取女官来陪伴母亲，为母亲想法子，日日想着怎样把外室赶出去，怎样让父亲回心转意，或者拿回本该属于母亲的东西。尽管遭了父亲厌弃，还得了个精于算计、不好相处的名声，可我还是不负众望，成功拿回母亲嫁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母亲拿着嫁妆却开始责备我心思太重，让别人误会她教女无方。如今再看她那副惺惺作态的模样，我还有哪里不明白？她可放不下富贵人生，只不过拉不下面子，想要我这个好女儿去做她的刀罢了。想到这些，我转过头，学着母亲平日里不在意的样子，淡然道：那便和离吧。今日有这个外室，明日就会有另一个外室。母亲拧眉打量着屋内的陈设，语气依旧不冷不热，试探道：虽然侯府的家业全靠我苦心经营而来，可听说那外室怀了身孕，想必你父亲手中也缺银钱，所以我准备将所有家产包括嫁妆都留给你父亲。我早就不像前世那般恨铁不成钢，微笑回应：母亲如此大度，定会名满京城。母亲精致的脸上疑惑明显：你就不怕以后我们会过苦日子啊？原来这一切他都明白，只不过他为了维持他侯府嫡母的形象，做不出泼妇骂街的事来，更不愿意亲手破坏自己在父亲心中多年的美好善良形象，所以他利用我作为他最锋利的刀。他只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随意给我安排一个骂名，就可名正言顺地享受那些嫁妆。看着母亲面色疑惑，我反问道：母亲，以你的高洁品性，该不会是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吧？母亲脸上的温和假面几乎挂不住，勉强勾出一个慈爱的笑，轻轻抚摸我的额头。母亲只要你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母亲从来都不放在眼里。我状似感激地握着母亲的手。我也是如此，母亲如此想，自然是更好。父亲一定会记得你的好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去读书。察觉身后的人还想再开口，我脚步加快离开。不久后，父亲来到母亲的院子，商谈和离的事情，而母亲正在修剪一株姿态奇异的兰花，那是他和父亲相识的时候种下，也是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。这件事情被他反复念叨了许多年，如果那株花有灵性的话，被他这么念叨，估计都能自裁了。原来年少情深也能走得相看两厌。听到这句话，父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每次都这句话，福气都被你念叨没了。可母亲只是凄婉地看着他，双手捂住胸口，仿佛受到了什么打击一般。我从小就知道我的母亲与旁人不同，别的母亲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会为自己的孩子谋划，可我母亲心中永远只有她的少年郎一人。哪怕我父亲把钱和爱都给了外室，甚至要把母亲休出家门，他也只是一心念着父亲的好，日日幻想着父亲可以怀念旧情，回心转意。可现实是，父亲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心烦。你也别做戏了，和离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。你若是想要，家中所有财产都归你；你若是不要，我们就按律法将财产分配。可母亲只是哭得梨花带雨，端了一杯茶走到父亲面前，轻言婉语道：你已经有3年6个月没有来到我这里了，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吧。父亲不耐烦地将那茶盏推开，母亲因此踉跄几步，胸口不停地跌宕起伏。我不明白这些年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。父亲没有说话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转头就走。眼看父亲已经走到门边，母亲突然哽咽道：你放心，我不要你1分1毫，我只要我们的女儿，这是你我。好。父亲没有等母亲说完，一口答应。眼看二人已经商议出结果，我匆匆地跑到门口等着父亲。父亲在见到我的时候，眼中有些不舍。虽然我和你母亲和离，但我终归是你的父亲，有事来找我便是。我真切跪下磕头，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卖惨，述说起自己的艰难。最终在他的愧疚之下，我得到了京城最好的2处宅子和商铺。父亲虽然薄情寡义，但胜在出手大方。我高兴地收下地铺，却看见角落的母亲一脸阴沉地看着我。没等我开口，他上前一步，狠狠给了我一耳光。你怎么这么目光短浅？金钱不过身外之物，也值得你这般算计？我捂着红肿的脸颊后退几步，眼底也没了温度。母亲先人之资，自然可以视金钱如粪土。可女儿我只是个俗人，没钱真的活不下去。说完，我不管他铁青的脸色，直接离开。和离的事情很快敲定了，我和母亲离开侯府，搬到了一间别院。这次没有带一点金银财宝，我们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仆从通通遣散，连餐桌上
上也只剩了青菜、豆腐之类没有油水的菜。母亲不止一次的叹气，暗示我拿出从父亲那儿得到的财产来补贴家用。可我只是装傻充愣。京中人现在都在骂父亲呢，说他薄情寡义，把发妻赶出府去吃糠咽菜，还夸赞您的高风亮节，粗布麻衣还要供我上学，是天下母仪。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可被高义架起，她也说不出什么不是，只能狠狠地瞪着我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前世我被他用体面高洁绑架，死得憋屈，此生他也该尝尝被人架上高台的滋味。一天放学后，我回家竟看见小院有一男一女相互倚靠赏月。我走前2步，借着月光看见那男人的脸，竟然是他，竟然是侯府曾经的小厮凌霄。母亲和他的关系很是有些不清不楚，两人虽然身份天差地别，还都有家室，可两人自以为有些超越男女的高尚感情，且相伴多年。父亲自然是看不下去，把当时还是主管的凌霄降为小厮，还和母亲大吵一架。可我母亲只是流着眼泪，柔柔弱弱地倒在地上。本以为你能懂我们的，我和凌霄从来是清清白白的关系，只是世人肮脏，总是污蔑我们的关系。而现在我看着凌霄窝囊普通的脸，心里泛起一股恶心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行的不还是那些勾当。听见动静，凌霄转头看到我，顿时端起一副大家长的架子。大小姐，听说你最近不听话，总是和夫人顶嘴，你知道夫人这些年为了照顾你有多么不容易吗？我母亲立刻小鸟依人地靠在凌霄的肩头上，看着这一幕，我忍不住皱起眉头，嗤笑道：我再怎么样也是侯府的大小姐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配指责我？母亲不满地抬头看向我，四姐，我直视母亲眼中的怒意。就算母亲不要名声了，女儿还想要呢。就算为了我考虑，母亲也少做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吧。母亲还想再开口，可身后的男人死死地拉住她。没事的，晴儿，哪怕旁人总是对我们的关系恶意揣测，可我对你的心是不会变的。母亲顿时大为感动，泪光连连地握上他的手。琳琅，你真好，如果当初……看着两人越来越近的身影，我心头涌起一阵怒火，上前大力把两人推开。够了，你们俩没完没了了是吗？你们一个是刚和离不久的大家闺秀，一个是有妇之夫，现在这样成何体统？说完，我看着面前泪眼朦胧的母亲，还有一旁满脸阴鸷的凌霄，我忍不住长叹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？母亲，您毕竟是丞相府嫡女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你让外祖父他们的脸往哪搁？我很快也要考官了，您不好的名声传出去，多少也会对我产生影响。一旁的凌霄脸色更加难看，张口就要指责我，我直接先发制人。你也别愤愤不平了，说到底，你只是侯府的一个小厮，怎敢和侯府的前夫人苟且？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你的狗命都难保。我母亲愤愤地指着我，嘴唇颤抖。你竟然敢如此揣测我，如此冤枉我的行径！在凌霄的搀扶下，他缓缓地站稳身子。我以为他要狠狠地斥责我，说明自己的清白，没想到他做出一副心碎的模样，柔弱地开了口：如果你非要这样想的话，我无话可说。我心中无语，看着一旁的凌霄，你还不快滚，生怕外人不知道你和母亲的好事吗？母亲一把将人揽在身后。四姐，清白这2个字我已经说倦了，如果你今天非要这样为难你的母亲，母亲实在百口莫辩。我没想到他们能如此荒谬。正无语时，凌霄一个蒲扇大的巴掌向我挥来，我侧身躲开，凌霄用力过猛，竟然直接摔倒在地。我一脚踩在他背上，拧眉不解：你只不过一个下人，怎么敢对我动手的？凌霄蠕动着微胖的身躯，面容扭曲。什么大小姐，我不过是替你母亲教育你这个不孝女。一旁的母亲细声尖叫起来：四姐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放了你凌叔叔！区一个奴才，哪里能算得上我叔叔？就在母亲过来推我的时候，一个威严有力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下人给我抓起来！听出来者，我的心瞬间放了下来。外祖母。直到人都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外祖母今天并不是独自一人前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和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子。女子直接冲到母亲面前，一脚将她踹倒，狠狠给了她几个巴掌。真没有想到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因为这样龌龊的事情让人家找上门来，我们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原来那女子是凌霄的夫人。说着，那女子又发了狠一般向凌霄打去。凌霄的夫人下手极重，如果不是有人拦着，我母亲和凌霄这一对苦命鸳鸯，今天可能就要殒命于此了。凌霄夫人一边打一边破口大骂：你们还要不要脸？竟然光明正大的行苟且之事！在我进来的时候，你们还相拥在一块呢，也不知道没人的时候都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外祖母不停地叹气，看着我母亲一阵风能刮倒的姿态，无奈至极。我怎么就会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当初口口声声为了你的少年郎，愿意放弃大小姐身份陪他吃苦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却又净身出户，白白为别人奋斗半辈子，现在又干出这么一大丢人的事儿来。听到外祖母对我母亲的评价，我简直就想给她竖起一个大拇指。针针见血，言简意赅。
这边还没有闹完，我父亲也带着人风风火火地从门外赶进来了。几年前我就看出你们二人之间有端倪，你们非说我思想龌龊，我只能把你从总管降为小厮，也没有断了你生计。没想到你还是死性不改。父亲转身，毫不犹豫地一拳捶在凌霄身上。你这个狗奴才，甚至敢上门欺负我女儿！眼看这件事情都已经被戳破，我倒不如在这中间再添把火，把他们之间的事情瞎编乱造起来。凌霄的夫人也哭着喊着要闹和离，我添油加醋。如此正好有人给我母亲腾位置，他们二人之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一起了。砰！外祖母猛然拍下桌子，都嚷嚷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非要闹得满京城都知道，心中才满意吗？父亲规规矩矩地给外祖母请安。如今我和晴儿已经和离，这件事本也与我侯府无关，一切谨遵夫人教导。外祖母瞥向我母亲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去玉清观里吃斋念佛1年，来洗清你的罪过，也好全了丞相府和侯府的颜面。随后看向跪在最后面的凌霄，以下犯上，自己去院子里领30大板后逐出京城。如果你夫人想要休夫，则给她全部家产赔罪。听到这消息，我母亲比凌霄本人还要担忧。母亲，这件事情千错万错都是女儿的错，求您千万不要牵连那些无辜之人。我实在没有想到母亲竟然能愚蠢至此。还好外祖母扬了扬袖子，并没有理会我母亲的恳求。凌霄见我母亲求情未果，挪着膝盖朝我外祖母又磕了几个响头，又给我父亲磕了几个头。小的实在是知道错了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小的这一次吧。说罢，又磕了几个响头，看向我母亲，伸出手指发誓。我凌霄在此对天发誓，从此不会再跟他有一丝一毫的往来，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，否则天打雷劈，永生不得好死。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，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，当场把凌霄押送到官府。而母亲失魂落魄的，仿佛遭受了什么重大打击一般。日子平静了几日，母亲身边的老嬷嬷眼神狠厉地来到我面前。侯府大小姐，我们夫人叫你过去，你最好快些过去吧。我心中万分无语，不明白这老嬷嬷在阴阳怪气什么。这些年如果没有她的挑拨，说不定我母亲都不会落魄至此。我母亲正半坐半跪地在佛像面前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缓缓笑出声。思锦，我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我乖巧地跪在母亲身旁。女儿也疑惑母亲这些年表面上人淡如菊，背地里又如此尖酸刻薄，是为了什么？过了半宿，见身旁的人没有任何动静，我主动站起身。如果母亲没有事情找我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日后就要考取女官，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可以拿回自己名声的机会。眼看我要走到门口，身后的女人缓缓出声：思锦，你斗不过我的。我脚步加快离开，我不明白母亲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端了一盆水，从头浇到尾，强迫自己清醒清醒。考学的知识太过于繁琐复杂，上辈子精心学习的也忘了个大概。重生后我总是恍惚，每次多睡一会儿都会害怕，那在学堂不得意的丈夫会往我身上抽鞭子。上一世我的尸体已经发烂发臭，他都没停下，直到被外人2人发现的时候，我的丈夫才停了手。可我的人生原本就该是一片光明的。眼看离考女官就只剩下3天的时间，母亲却一反常态，主动来到我面前嘘寒问暖。只不过她的关心和爱，我实在是难以接受。我最讨厌吃荤腥油腻的东西，可她每次给我送来的粥，不是纯肥肉，就是没有煮熟的鲜物。母亲主动把汤端到我面前，用勺子递到我嘴边。四姐，这鱼汤是母亲亲手熬制的，你多少用一些吧。看着那鱼汤上面的鱼油浮在汤面上，让人忍不住恶心，以及那荤腥味刺鼻，鱼肉上甚至还有斑斑血迹。我连连摆手拒绝母亲的好意，她依旧是不恼不怒，又重新舀起一勺没有鱼肉的递到我嘴边，语气温柔：四姐，现在正是重要的时候，你应该多吃一些补补身子。我看你都瘦了，母亲心疼你。我还想再推拒，却没有想到我根本就没有碰到她，那鱼汤突然就洒到她手上，我只好拿着一旁的帕子给她擦手，却没有想到一直柔柔弱弱的她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夺过那帕子捂住我的口鼻。站在她身后的侍女很快跟过来，开始帮助她按住我。我的挣扎根本就反抗不了2个人的力量，逐渐稀薄的空气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。没有想到我的生身母亲会杀了我，我没死，但是醒来的时候已经是5天后了。显然女官这辈子与我无缘了。我不敢想，也不知道母亲到底想要做什么。我没有让任何人发现我已经醒过来，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落泪。在第2天下午的时候，父亲匆匆忙忙地前来看我。不是说四锦病得很重吗？这几天我已经恳求陛下调动宫内的太医来给四锦看看，快别耽误时间了。母亲一把拦住想要过来的太医。你我已经和离，四锦是我最后的东西，难道你还要把他抢走吗？我心中无语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他竟然还在想和父亲叙旧。在母亲的3言2语之下，父亲脸上的不耐烦明显，
我夫人这几天就要生产，太医留在这里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听到父亲要离开的动作，我猛然坐起身，冲到父亲面前。母亲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你已经醒了？”我可怜巴巴地跪在父亲面前，求父亲把女儿带走。如果父亲不带走女儿，女儿可能就没命再见到父亲了。父亲点头应允。我刚站起来，母亲就冲到我和父亲面前，一把扯住我的手。难道你不害怕像我这样蛇蝎心肠的人会用我的女儿为诱饵，去谋害你的新夫人和孩子吗？此话一出，我心中便已经明了。就凭父亲这些年对那个外室的看重，他今天是万万不可能带我离开了。果不其然，父亲望向我：“四锦不必担心，我会留些人手照看你，你不会出什么意外。等夫人生产之后，我便亲自迎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”我点头应允。如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左右母亲是不会再对我做什么。当天下午，侯府中的蓝姨娘以探望我为由，匆匆赶过来。蓝姨娘和我母亲是闺中好友，后来也不放心我母亲独自一人前来受苦，便跟着嫁进侯府为妾室。这些年没少为我母亲出馊主意。蓝姨娘对我一直很客气，我不知道她和我母亲又在密谋什么馊主意，也不屑于知道。在她二人出来的时候，我本以为蓝姨娘会对我说一些尖酸刻薄，批判我对我母亲的话，却没有想到她一开口，我险些没有接住话。数月不见，四锦如今已经长成大姑娘了，既然已经没有考女官的命数，也是时候该一亲，讨个好人家了。我站起身，规规矩矩行礼，叹了口气。蓝姨娘这些年苦于为我母亲算计，如今倒也不必为我算计，就算是一亲，也应该我母亲在先才是。蓝姨娘转身与我母亲嘀咕：“果然是一张好厉害的嘴，难怪你不是她的对手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你处理好。”我不知道他们二人又想做什么，不过兵来将挡，土来水淹，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我无所畏惧。第二天一早，侯府新夫人，也就是那个外室，前来探望我。看着魏夫人这尖尖圆圆的肚子，我都能想象到我母亲看见这肚子的难看表情。四锦，昨日你父亲与我说要把你接回家来，我已经把住院打扫好，只要你想回家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魏夫人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只不过前几年正逢家道落魄，才不得已被发卖。不过她很幸运，在那之后就遇到我父亲。我规规矩矩行礼：“夫人安心养胎便好。我倒是很期待夫人可以给我生下一个弟弟，日后府里也热闹一些。”我母亲闻声，眼色也就有些挂不住，嘲讽地看着魏夫人：“当年我的儿子没有福分，魏夫人不会也痴心妄想着儿子吧？”魏夫人从容不迫道：“妹妹更喜欢女儿一些，妹妹希望有一个像四锦这样懂事的姑娘，日子过得也贴心些。”我立即回应：“刚好我也想成为夫人的女儿，不日我就回府亲自照顾夫人和弟弟，承欢膝下。”转而间看着我的母亲：“魏夫人现在毕竟是侯府的夫人，这肚子尖尖的，明显就是个男胎。就算不是，来日方长，夫人后面也会有自己的儿子。”前世我惨死之后，只有魏夫人真心实地地为我落了2滴泪，还出钱将我安葬。要知道，我的亲生母亲为了展示她的清高，只口不提我的凄惨死状。这一世我会尽量报恩，却没有想到我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柔弱的抹眼泪，一反常态的沉得住气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看着面前的魏夫人：“难道夫人今天来就没有其他事情了吗？”魏夫人面带笑容，摇了摇头。我母亲脸上疑惑明显：“昨日我让蓝姨娘给你带了话，看来你记性这么不好，你根本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。”魏夫人面色如常，仿佛没有听出她话语中的敌意。昨夜我和侯爷商量了这件事情，四锦再怎么说也是我们侯府的嫡女，若是嫁作穷书生草草了事，实在不妥。我心中嗤笑不已，没有想到这一世母亲还是想让我嫁给那个穷书生。我母亲脸上依旧带着微笑，我心中莫名有些惶恐，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。只见母亲上前，不知道在夫人耳旁说了什么。魏夫人脸色大变，走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：“侯爷已经把御医请到侯府，你这就跟我去侯府，让御医给你看一看，说不定还有挽救的方法。”我心中疑惑，并不知道夫人口中说挽救是什么意思。我也没生病啊。我莫名其妙的被人拉着往前走，突然不知道被谁绊了一下，一个不留神朝前扑过去。我本想朝一旁扑去，却没有想到不知道从哪来的人把我往魏夫人身上一推，二人双双倒地。我的肚子。听着魏夫人开始惨叫起来，我心中莫名惶恐。魏夫人不喜欢奢靡，并没有带很多婢女和侍卫前来，身旁只有一个侍女搀扶她。顾不得身后人的眼神，我用尽全力在侍女的帮扶之下，把人抱在怀中。母亲身旁的老嬷嬷上前阻止：“大小姐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我转身看向母亲，依旧是那副淡然的样子。如果母亲不拦我，这件事大可是一件意外。老嬷嬷想要推搡我的手一顿，悬在半空中。我瞪了人一眼，抱着人朝门外跑去。还未走到门口，一群侍卫将我围了起来。母亲的声音响起：“我这辈子已经这样了，如果能让这贱人和野种给我陪葬，那便再好不过。”就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父亲匆匆赶来。父亲来得及时，侯府中早就准备好魏夫人接生的一切。但魏夫人还没有到日子，如今受到惊吓，这一胎恐怕很难会生下来。府医说，若是这一胎不能顺利生下来，日后便再也不能生育。父亲担心魏夫人，把我赶回家去。可我刚迈进家门，后背就猛然受力，眼前瞬间黑暗起来。
一个麻布口袋将我捆住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，我心中瞬间惶恐起来。看着我身上已经穿戴整齐的喜服，我狠狠皱眉。没有想到，就算我不愿意，母亲用这种方式也非要我踏入地狱。门窗紧闭，想必是生怕我会逃跑，早已经下足了功夫。此刻侯府中尉夫人正在生产，父亲自然是顾及不到我。母亲和蓝姨娘这一招，想必自认为是天衣无缝。恐怕他们二人在想到这一招的时候，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。如果是前世，我可能还会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是现在再次被困在相同的房间里，我自然不会束手待毙。从门缝朝外看去，果然和先前守着我的人还是一样的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试探地喊道：“静怡。”门外守着的小厮不可思议地看向我，一切都和前世的流程一样，并没有正式的大婚。我一人独守新房，母亲在主院和那书生高谈阔论。当年她就是在父亲一穷二白的时候，不顾一切嫁给父亲来扶持他。如今希望我也是如此，世人才会觉得我被他教养得极好，完全不顾那些虚无缥缈之物，只图真情。我并没有跑出去，反而是准备好金毅给我拿回来的东西，耐心地在婚房中等待。只不过这次该害怕的人不是我。那书生表面上凛然正气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中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衣冠禽兽。在人浑身酒气接近我的时候，拿起一旁的挑杆，想要挑起我的盖头。我猛然站起身，将为他准备好的辣椒水泼在人脸上。书生惶恐地大叫起来。书生十分意外我的反应，正想扬起鞭子打下来，我拿起一旁的蜡烛，点燃盖头就朝人身上丢过去。学着这书生教给我的招数，将人五花大绑起来。没有想到这招数还真是受用，前世每一次这样被他绑起来受辱，我都无法逃脱，只能咬紧牙关去忍受那抽下来的一遍又一遍疼痛。而如今我只恨自己的力气不够大。书生一脸惶恐地看向我：“从今以后你我是夫妻，你竟然敢如此行径，你不害怕我一纸状书把你告上去吗？”我贴近人耳边，用人之前嘲讽我的话反驳：“我是丞相府嫡外孙女，侯府嫡女，如果你不想自毁前程，大可去告我。”说罢，我毫不犹豫地朝人身上又甩了一鞭子。新婚夜带着鞭子进婚房，是想要做什么？书生承受着巨大疼痛，惶恐地看向我解释道：“这一切并非我所愿，是你的母亲告诉我，只有这样你才会老实听话，不然我与你无冤无仇。”我心中瞬间了然这一切，难怪前世我与这书生无冤无仇，为何他一直不思进取，却还有花不完的钱财？我忍不住攥紧手心，没有想到这辈子与上辈子我最大的仇人，竟是我的生身母亲。如果说这辈子是我不听他的话而造成这样的下场，我勉强可以理解他，那前世他又为何将我步步紧逼至死呢？我拎着带血的鞭子走回家，还没等我走进家门，我这平时云淡风轻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母亲已经被层层围住。魏夫人好人有好报，顺利诞下男胎，父亲已经查明这些真相，以及这些年蓝姨娘和我母亲一起做了多端的事情。我回来的不巧，没有看见我母亲被层层审讯的样子，见她不可思议地望着我以及我手中提着的鞭子，在被官兵从我身旁压过的时候，你没道：“你怎么没死？那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夫婿。”我没有给他多余的眼神，走到父亲面前，用那女子可以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父亲，既然母亲已经顺利诞下弟弟，请求父亲把我带回府中，也好照应他们母子二人。”四锦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不得好死！谩骂声在我身后渐渐消失，我缓缓闭上眼睛。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，她正在街边乞讨，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她面前。母亲看见我的时候，嘴边嘲讽明显，语气依旧淡然道：“你这辈子的早就被我亲手毁了，一个不能下蛋的鸡，不知道谁家会要你。等我死后，我的滇正已经遗传给你的消息就会放出去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”母亲的嘶吼声尖锐刺耳，引来了街边不少路人侧目。我正欲转身，不想搭理这个无可救药的人，就见街角处一抹熟悉的身影快步走来，正是我的夫君。他手中提着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，糖衣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，步伐沉稳，眉眼间满是温柔。他径直走到我身边，将糖葫芦轻轻塞进我手中，掌心的温度透过糖纸传来，暖意驱散了方才母亲风言风语带来的几分寒意。随后，他侧身挡在我身前，目光冷冽地扫向还在原地叫嚣的母亲，沉声道：“我妻子心地善良，念着你是生身母亲才来探望，你却出言不逊，恶意重伤。今日我便在此放话，谁敢动她一根手指，谁若再敢编造谣言污蔑她，休怪我不客气。”母亲被他的气势震慑，一时语塞，脸上的疯癫之色褪去几分，只剩下不甘与怨毒，却再也不敢高声谩骂。夫君伸手揽住我的肩，指尖轻柔，语气瞬间恢复了往日的宠溺。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这糖葫芦是你爱吃的，刚从街口老字号买的，快尝尝。夫君握住我的手，暖意源源不断传来，刚才还感到迷茫的内心瞬间被爱意填满。母亲不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，
而是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我回握住傅君的手，笑道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母亲歇斯底里的叫声从身后传来：“我这辈子已经完了，你是我生的，你必须跟我一起痛苦，才算是我的女儿。都怪你不争气，如果你是个儿子，我的少年郎一定会多念我一些。这一切都是被你害的。”我和傅君都没有搭理他，只让侍卫将他拦住。我微笑地抚摸小腹：“夫君，我有一个惊喜要和你说。”我抬眸望进他满是温柔的眼眸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，声音轻缓，却带着难掩的欣喜：“夫君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”傅君的瞳孔微微一缩，小心翼翼地将我揽入怀中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真好，四季，真好。往后我定护好你和孩子，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辱你分毫。”傅君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走向马车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意融融。马车缓缓驶动，载着我们远离了过往的阴霾，驶向了满是希望的未来。